来日本旅游，大家最怕遇到什么呢？是迷路还是钱包不见？但你绝对想不到，在距离新宿只要1个多小时车程的东京后花园，现在最恐怖的竟然是活生生的野生黑熊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和田先生，我是 Alex。在今年的5月，东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熊危机。一名外国游客在登山时毫无预警地被一头巨大的黑熊正面扑倒，当场血流如注。更惊恐的是，就在2天后，警方还在同一个区域的山林里发现了一具不完整的人类遗体。东京的后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这些熊为什么突然开始疯狂袭击人类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还原这几起震惊日本的熊袭事件。我们首先把时间推回2026年5月17号，将近中午11点55分。那天的天气很好，非常适合登山。一名30多岁的俄罗斯籍男游客独自一人来到东京西边的奥多摩 Okutama 观光，这里的海拔大约1177公尺，叫做三木户山，是很多东京上班族周末郊游的热门地点。当时，这名俄罗斯男子已经准备下山了。他走在小中泽林道往山顶方向大约500公尺的登山步道上，因为是独自登山，加上他第一次来，身上并没有携带日本当地登山客必备的防熊铃或者是防熊喷雾，这就埋下了悲剧的伏笔。山路非常崎岖，而且树丛茂密。当他走到一个林道转弯处时，因为他脚步很轻，周围的野生动物根本不知道有人走过来。结果就在转弯的那一瞬间，他和一头庞然大物正面撞个正着。那是一头成年的亚洲黑熊。根据后来的描述，那头熊的身高估计有 1.5 到 1.6 公尺，在黑熊界算是一只大家伙。在这么近的距离突然看到人类，估计这头黑熊也吓坏了。出于动物保护领域的防御性本能，黑熊没有犹豫，直接发动了疯狂的攻击。黑熊扑了上来，男子下意识用手去挡，双方在地上激烈扭打。黑熊张开大口，狠狠地咬穿了男子的左脸颊，接着锋利的爪子一挥，在他的左手臂上抓出好几道深深的血痕。顿时鲜血染红了地上的落叶，幸好这头熊并没有打算把男子当成食物，攻击了几下之后，黑熊就转身窜进旁边的深山密林里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受重伤的俄罗斯男子强忍着剧痛，颤抖着拿出手机拨打了电话报警求救。东京消防厅接到报案后，立刻派出搜救队，但是现场的地理环境太险峻了，道路非常狭窄，救护车根本开不进去。搜救队员只能徒步挺进山林，找到满身是血的男子，用担架把他抬到一处比较开阔的临时停机坪。随后，东京消防厅的急救直升机赶到，用吊挂的方式紧急把这名男子送往八王子市内的医院抢救。经过医生的全力救治，男子的脸部和手臂伤势虽然很严重，但幸好避开了致命要害，生命迹象稳定，捡回了一条命。事情发生当天下午，奥多摩町公所、警察局还有当地的猎友会，也就是当地的专业猎人，立刻组成联合搜捕队，上山搜寻这头伤人的黑熊。不过因为黑熊已经逃进深山，第一时间并没有找到它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官方在林道附近设了一个大型捕获用的铁笼，希望能抓到这头危险的黑熊。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？更惊悚的还在后面。就在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后的2天，也就是5月19号，奥多摩町的山林里又传出一个惊人的消息。一名利用假期上山健行的警察，在奥多摩町的某个山区步道附近，意外发现了一具人类的遗体。恐怖的是，这具遗体非常不完整，他的上半身竟然不见了。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，这条路线虽然平时也有人走，但发现遗体的地点相对偏僻，警方和法医随后介入调查。
虽然目前的调查报告认为这有可能是登山客先发生了山难坠谷，死后遗体才遭到山林里的野生动物咬食，但由于时间点和黑熊伤人事件太过接近，加上附近确实有黑熊频繁出没，这让当地居民和登山客的恐慌情绪瞬间达到了顶点。事实上，如果你看过东京都政府的统计数据，就会发现这绝对不是偶发事件。光是今年2026年的4月到5月中旬，奥多摩町就已经接到了高达38起的熊出没通报。在袭击事件发生前后的30天内，单单在奥多摩一地就正式回报了22起目击事件。那为什么东京的熊突然变那么多，而且越来越不怕人呢？原因主要有2个。第一是黑熊族群数量的急剧增长。根据东京都环保局的监测，在2020年的时候，整个东京都内的黑熊数量大约只有160头，但是到了2025年，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了大约235头。也就是说，在短短5年之内，东京黑熊的数量就增加了将近1.5倍。山里面的地盘就这么大，当黑熊的密度饱和之后，那些年轻的熊或者是抢不到地盘的成年熊，就只能被迫往海拔较低的地方扩散，结果就进到了人类活动的林道和社区边缘。第二是黑熊行为的习惯化。什么叫习惯化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熊发现人类其实没什么好怕的，加上人类在靠近山区的地方常常会留下一些食物诱因，比如有些无人管理的果园里面掉满地的柿子、栗子，或者是野猪陷阱里的饵料，对黑熊来说都是不用费力就能吃饱的美食。当黑熊发现靠近人类有东西吃，而且人类看到它只会逃跑时，它们就对人类失去了戒心。这种不怕人的熊往往是最危险的。为了防止再有人受伤，东京都和奥多摩町公所从5月18号开始实施了近年来最严格的登山道全面封锁。除了封路，地方政府也祭出了科技手段，他们推出了一个免费的奥多摩受害报告 LINE 官方账号。这个系统非常聪明，登山客如果遇到熊，只要3个步骤：选择动物、传送 GPS 定位、上传照片，就能立刻回报。就算在山里没有讯号也没关系，系统支援离线模式，等你回到有讯号的地方，就会自动补报。后台会用这些数据做出即时的黑熊活动热点地图，主动推播给周边的人避险。在热门的露营区，像是都立公园山之故乡村 Yamano Furusato Mura， 管理方甚至在外围架设了高压电网，并安装了会发出强光与高频噪音的自动警示装置。工作人员每天清晨和傍晚还会定时燃放爆竹，用噪音把可能潜伏的黑熊强行赶走。那么，如果你来日本登山，真的不幸遇到了黑熊，到底该怎么办呢？生态专家给出了几点非常具体的实用建议。第一，预防胜于治疗。去爬山时，包包上一定要挂防熊铃，或者定时拍手说话。亚洲黑熊听觉很灵敏，通常听到人类的声音就会主动避开。第二，如果正面遭遇，千万不要尖叫，不要转身逃跑。背对着熊逃跑会立刻激起野兽追捕猎物的本能。第三，保持冷静，缓慢后退，眼睛要看着熊，但绝对不要跟它对视打量，而是要把视线稍微放低，一边面向着熊，一边一步一步慢慢的往后退，拉开距离。第四，如果黑熊扑上来，立刻保护致命部位。如果像那名俄罗斯游客一样，黑熊已经发动攻击，请立刻趴在地上，双手抱头，死死护着脖子、脸部和腹部等重要器官，把伤害降到最低。这次东京奥多摩的黑熊袭击事件，再次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。随着生态保护的进步，野生动物的数量正在自然增长。但与此同时，大量的观光客涌入山林，传统的一味封锁山路或者全面捕杀，已经无法解决现在的问题了。东京农工大学的小池伸介教授就建议，政府应该尽快采取分区治理，把人类居住的地方列为绝对排除区，用高压电网彻底隔离。至于深山福地，
则列为自然栖地保护区，留给黑熊生存。只有这样，人与自然才能找到真正的平衡。大家对这起东京黑熊袭击事件有什么看法呢？如果你在山林里遇到了熊，你觉得自己能保持冷静吗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内容，请务必帮我点个赞，订阅我的频道和田先生，并分享给身边计划去日本旅游的朋友。我是 Alex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